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巴西。这次来巴西，或者说这次来美洲吧，因为之前我去过古巴，然后呢，经过美国来到南美的巴西，所以我说这次来美洲给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再也不抱怨了。之前我也说过啊，我很少或是不抱怨中国，但是这次出游让我更坚定了，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真的是中国，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有的中国人啊，没有出过国，没有这个感受，没有直观的对比，所以呢，可能不理解我说的东西，以为我是一天到晚在帮中国说话，但是实际情况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现在巴西，等一下我要着重说说巴西的情况。大家知道吗？1990年时候，巴西人均 GDP 是多少？如果大家不信，可以自己去做个功课啊。巴西人均 GDP 是$3000，而同一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多少呢？是$300左右，也就是35年前，巴西人均 GDP 是中国的10倍。可是35年后，到了2025年，巴西人均 GDP 只有中国的70%。去年中国人均 GDP 大概是$14000左右，而巴西呢，只有大概$10000左右。35年，为什么巴西和中国这个人均 GDP 呀，或者国家实力来说，来了一个很大的翻转呢？35年前，1990年的时候，当中国人听到啊，人均$3000呐，是不是觉得像天花板一样了？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人均$300左右，而且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与大部分非洲国家为伍，甚至呢是属于全世界倒数的啊。可是35年之后，中国发展成了全世界经济还有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至少呢是世界第2，很多方面已经世界第1了。所以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自豪呀。那么巴西为什么35年过去了，与中国的发展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呢？中国呢一直往上，而巴西呢可以说一直在原地踏步。虽然它从人均$3000已经涨到了$10000左右，但是中国呢，同样的时间从$300涨到了14000。你们想想看，哪个变化最大？说了人均 GDP， 那咱们来说说当地人的收入吧。我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啊，我只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与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数字呢，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去查，也可以问那个 AI， 比如说问豆包呀，问 ChatGPT 啊等等都可以，因为里面的数据大部分呢是可靠的。毕竟呢，全世界很多人会把他们知道的数据呢会输入到这个大数据里面去，所以我认为啊，大部分 ChatGPT 还有什么豆包里面的数据还是比较可靠的。很多人抱怨啊，说中国人均 GDP 虽然有14000了，但是呢我拖后腿了，我自己的收入还那么低。然后呢，网上有不少的人说中国的人均收入占 GDP 的比例很低很低很低，说中国政府或者中国那个什么老板压榨老百姓。但是我实际了解到的情况是，其实中国人的工资比例占那个人均 GDP 不算低。巴西怎么样呢？号称人均 GDP 呢是$10000，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吧，巴西人的说中位数吧，因为巴西那个贫富差距非常大，可能中位数比较好理解。他们每个月啊，现在中位数收入在巴西大概是2500到3000当地的货币雷亚尔，1雷亚尔相当于人民币1.3毛左右，2500到3000，大家去乘一乘就知道了，也就是大概人民币可能就是3000到4000块人民币左右吧，是2亿多人的啊。其实我了解到的情况，可能这个2500到3000当地的货币还有点高了，因为我了解到，比如说巴西的我所在的城市是里约热内卢，还有圣保罗，是属于巴西的超一线。巴西2个最大的一线城市就这2个，一个是圣保罗，是他们的经济中心，然后是里约热内卢，是一个旅游业还有一个经济重镇吧。
它是全球非常非常有名的旅游热点。这个城市非常漂亮，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啊，想来南美的话，一定要来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看一看。在这里我不是给那个里约做广告，因为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很多地方，也看过很多很多城市。我认为啊，在我心目中，里约热内卢不考虑它治安差不差啊，我认为它的景观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城市，没有之一。大城市啊，当然中国很多城市也很漂亮，但是呢，里约热内卢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我认为它是最漂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在城市的中间，有非常漂亮的那个海滩，然后呢，它有山、有水、有风景，对吧？还有海，所有的这些组合起来，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漂亮。这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假如它的治安不那么差的话，因为这里的贫富悬殊特别大，所以一个社会啊，只要它贫富悬殊大，富的人富得流油，穷的人呢露宿街头，那么它总体来说这个治安就不会好。还有呢，巴西呢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民主国家、选举制国家，还有它很多所谓的自由，比如说枪支可能比较泛滥，毒品比较泛滥，还有性方面也是比较自由的，所以导致了很多这个黄赌毒在这个国家可能比较流行。那么既然毒品放开了，色情放开了，那它的后面有一些黑帮的势力啊，对吧？加上你这个政府的执行力不强的话，那会滋生很多治安方面的问题。所以啊，不管是巴西这种国家，所有几乎南美国家，原来有个叫萨瓦多，是中美洲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萨瓦多是原来全球治安最差的国家之一。后来有个左翼的比较铁腕的总统上台了，这样一举就扭转了那个萨瓦多的治安情况，现在变成了全南美或是全美洲治安最好的国家。大家不信的话，去看看，去搜一搜。但是巴西这个治安一直好不过来，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国家，一个是所谓的是选举制，所以呢，导致政府执行力真的不强。就像癌症啊，像重疾啊疾病，它一旦病入膏肓了，你很难扭转它一样。还有走民主化之后，比如说南非是个很好的一个负面的例子。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它的治安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自从所谓民主化之后，黑人执政之后，这个国家不管哪方面来说，每况愈下，现在变成了全球治安最差的国家之一。像约翰内斯堡呀、开普敦等等，都是全球治安最恶劣的地方。甚至呢，我这个人那么喜欢到处游荡的，现在都不敢去啊。我想去看看，但是真的不敢去。那个地方 biu 特别多，不要命的人可以去，但是我真的不敢。看来这方面我是有点怕死啊。就说说南非吧，有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可能知道，大概是30-40年前，南非可以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发达国家或是准发达国家。当时它的工业门类也非常的齐全的啊。如果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查查资料啊。但是后来曼德拉上台之后，就整个国家让黑人执政啊，原来没有执政的经验，很多人没有那个专业水平，所以导致了由于你是黑人，你没有水平，你也可以执政了。然后呢，腐败丛生，然后呢，整个国家经济去工业化，导致了很多方面每况愈下，产能也没了，科技也没有了，腐败现在已经不可救药，治安就更不用说了。原来南非的人均 GDP 肯定是中国的数倍，因为当时是准发达国家了，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好的一个国家当时。而现在到了2025年，南非的人均 GDP 大概只有可能6000到7000美元左右，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巴西呢是相当于中国的7成多一点点。巴西刚才说了啊，他们收入的中位数，官方统计大概可能是2500到3000当地的货币，但是他们的最低工资是1500。注意啊，这个最低工资
在巴西是可以找到人工作的。中国也有最低工资标准，比如说2026年吧，上海是2870块钱左右。但是你们想想看，2000多块钱不到3000块钱，在上海能找到人工作吗？如果你老板开最低工资标准，可以说99%的可能性你找不到人，因为呢这工资太低了。但是在巴西，这最低工资是可以找到人工作的。广西是属于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2026年，广西呢它是分几个档，分3个档吧。第一档就是南宁啊、柳州、桂林这种在广西属于经济比较好的，它的最低工资是2200左右。然后呢，到2级市，比如说玉林啊，可能北海啊，它的最低工资大概是2000块。第3档就是下级各个县，比如说咱们宫城啊、平乐啊、阳朔这种，它最低工资是1800多，不到1900。以我的老家为例吧，如果你做一个老板，你说你出1900块钱想请人，谁帮你工作，对不对？至少现在咱们老家要2500以上，你才能请到人。也就是说，在中国虽然有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呢，以那个标准你是请不到人的。但是在很多国家，那个最低工资标准按那个标准去请人是可以请得到的。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要比最低工资标准要高不少，而在很多国家，那个最低工资就是最低工资，你就按那个地方请人就可以请得到。巴西也一样。好了，我们说了巴西啊，大概我观察啊，巴西的一线里约，它的那个地位相当于深圳、上海这种地位。他们的现在很多职员每个月他们的收入大概人民币3000块钱左右。也许我说错了啊，但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可能在巴西长期居住的人知道比我更详细。如果我说错了，请原谅，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补充指正我，我非常欢迎啊。我了解到的就是人民币3000块钱左右，是在这里巴西的一线城市是普遍的状况。大家想想看，在中国的一线啊，北上广深，对吧？可能平均的工资水平大概有7000到1万块钱吧。那么你这样分析，也就是中国人的收入工资水平大概是巴西的2倍左右，对不对？但是巴西人均 GDP 是中国的70%，也就是这样分析的话，中国人的人均工资的水平占 GDP 的比例其实要比巴西更高。那既然说了工资，就要说那个物价呀，对吧？我这次来2026年，我观察到的情况啊，物价水平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啊，跟他们收入比起来。举几个例子，我来到这里就像普通巴西人一样，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去超市里面购物，自己做饭。所以呢，我觉得我了解的东西是有点接地气的。先说他们超市的物价，就是普通巴西人去那里采购的啊，观察了一下，大概啊，他们的物价水平与德国的物价水平差不多。大家没有听错啊，巴西超市的物价相当于德国的超市的物价，这点让我非常意外。但是也不意外，因为其实我3年前来巴西的时候，我了解到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与他们收入相比，他们相当于刚才说了，大概是巴西一线3000人民币左右，如果你有工作的话，就相当于400多美元。加油站是一个很好的参数，对吧？加油站它这里的1升油大概是人民币8块多，1点多欧元，人民币8块多，因为它相当于他们雷尔6块多当地的货币乘以1.35，你们就可以知道大概是多少了，对吧？就是8块多，相对于中国的汽油的价格或者柴油，比中国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出行，公交车，我了解一下，上车就是5块，当地的货币，也就是人民币6块多。你看，出行他们的价格是中国的3倍或是3倍多。然后呢，超市的物价要比中国高不少，我估计呢，至少是中国的2.5倍，甚至3倍。你看买什么东西，比如说我在里面看了啊，在里面加工过的产品，不管是农产品也好，还是小商品也好，
是中国的数倍，然后呢，有些本地产的农产品也比中国的贵。巴西是个农业大国，是个资源大国，但是它的农产品竟然比中国还贵。昨天我还买了那个茄子，1公斤要15当地的货币，乘以1.35，你就知道多少人民币了。这也是相当于德国的价格，而这茄子应该是巴西自己产的。香蕉要1点多欧元1公斤，德国也是1点多欧元。人民币呢，在这里香蕉1点多欧元，那就是可能与中国的价格相差不大，但是考虑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是不便宜的啊。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啊，也不一一说了。面包在这里也是很贵的，也跟德国价格差不多，甚至有的比德国还贵。我看了大米呢比中国稍微贵一点，还有那个面条比中国还要贵。反正我在这里看到没有比中国便宜的。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物价，电费我不知道，我没问啊。还有房租我也看了，也比中国贵，按工资比例。还有地铁，我上次来的时候3年多前我来，大概是上地铁是6雷尔，也就是8、9块钱左右。现在可能稍微又涨了一点，但是中国呢，上地铁就是2块钱，对吧？也就是他们出行大概是中国的3倍多。然后呢，坐那个网约车，我观察了一下，它的价格大概也是中国的2倍左右。在巴西，可能全世界比起来也算比较便宜的网约车，但是仍旧呢比中国贵。所以呢，从各方面来说，我观察到的我的感受呢，就是巴西的物价是中国的2倍，至少是2倍，甚至呢2.5到3倍。但是大家想想看，他的工资可能只有中国的1半，这样算起来，巴西的物价其实是相当于中国的4倍到5倍了。所以其实他们的痛苦指数是很高的，普通人可能存不下钱。巴西你看，从35年前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10倍，到现在只有相当于中国的70%。然后现在巴西的物价，我的观察呢是中国的至少2倍。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欢迎在巴西的长期居住的、工作的朋友们在下面指正。这个物价水平那么高，我相信按照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的痛苦指数一定很高，一定比中国人高。收入我说了，物价我说了，第3个我要说的，巴西的治安绝对没有中国好，甚至呢，巴西的治安是世界上最差的之一。我也看过在网上那些，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网友发了那个图片给我，是他的朋友圈里面的来过巴西的人，在圣保罗开车的时候，在红绿灯，车门是关着的啊，车窗也是关着的，但是呢，仍然被砸，车窗的玻璃被砸烂，然后呢，把手机抢掉了。我也看过华人拍的视频，在街头有红绿灯的，还有街上停着的那个车，也是被砸。等红绿灯的时候，那车窗放下来的，那人一跑过来，把那个手机抢就跑了。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建议你们啊，在巴西被抢不要反抗啊，因为一反抗，你不知道对方有什么反应，有没有枪，有没有刀，这点不敢肯定。那么为了保命怎么办？不要反抗，由他抢。说一个巴西的，在我身边我认识的人发生的事情。去年的时候，我一个德国朋友，他一个人来巴西旅游，因为我一直比较关心嘛，我原来来过巴西，他现在在巴西，当时啊，我说现在是他当时在巴西，所以我就关心他，我就观察他到底他发那个 WhatsApp 状态没有。后来我发了信息给他，几天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收到，因为他只有一个勾。在 WhatsApp 是这样啊，如果是打了2个勾，表明呢他的手机收到你的信息了。如果他的勾呢颜色变成蓝色的，就表明他收到而且读了你的信息。我发过去几天了，还是一个勾，表明啊他没有收到我的信息，只是我发出去了，他没有收到。大概有5、6天一直没有任何反应，我有点担心他出了什么状况。后来到了大概是第6天是第7天，
他终于回复了。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多天没有什么反应，我说我都着急了。他说他的手机被人抢了，是抢了啊，在街上。也难怪啊，相对来说德国的治安与巴西比起来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中国的好。在德国的街头，在很多的地方，你仍然可以毫无顾忌地用你的手机。在有些城市的街区可能有点要小心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在目前德国治安相对来说是可以的。可能这个德国朋友他不知道在巴西的治安有那么差，可能他在街头什么查看什么信息啊，或是无聊的时候拿手机出来看看刷刷手机，但是被抢了，那这个他就没办法了。所以几天他无法上网，后来又在巴西当地买了一只手机，才搞定了，才能上网。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了，知道他安全无恙。贫民窟的治安比较差，但是对于普通人，对我们这个游客，其实没有很大的没有很大的危险的。我也只身去过贫民窟，13年前我不知道啊，当时我是比较大胆，当时不知道嘛，无知者无畏，当时我就是无知者那一类。我就自己去了那个贫民窟。当时在山下的时候有警察，山上是没有的啊。警察只在山下，山上他不敢去了。当时呢，我比较好奇，我就问了山下的警察，我说我这么单身的去山上能不能去？警察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懂我的话，他说能去没问题，我就上去了。当时呢，我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而且当地的人，贫民窟的人还挺好的，还带了我去找到了在里约一个贫民窟，找到了当年迈克·杰克逊拍他那 MTV 的地方，因为他得了奖嘛，在那地方拍了那个视频。后来我下山之后，人家谈起来，还听说我只身去了贫民窟，给我竖大拇指，说我有胆呀，其实无知者无畏。说去贫民窟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后来我了解到，其实对于游客没有那么危险，对于当地人反而更危险。因为呢，它其实黑帮之间才在火拼，牵涉到这个东西啊。因为卖毒品啊，它有那个利润很高的，所以要占地盘，毒品黑帮之间就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而普通人，你只要不是卖毒品的，像普通人一样在那个地方生活，这是贫民窟的人，也没有很多危险，只要你不是属于黑帮里面的人啊。所以这所谓贫民窟很危险，其实对了一半，其他另外一半呢不对，就是我刚才说的情况。然后其他地方可能治安也是没有中国好，不是可能100%没有中国好，而且我认为啊，世界上治安好的除了中国，还有少数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之外，没有更好的了。大家不要相信什么西方媒体或者是西方自媒体上面，比如说脸书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统计的，说啊，全世界最安全的10个国家、50个国家，中国竟然没有上榜，这种根本没有可比性，不可信。因为呢，它是按照一个是它的统计数据，而且不知道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另外一个呢，西方很多统计呢，它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意识形态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也好，我不知道它那个统计它是按照什么原则啊，有什么参数啊，所以统计出来的东西关于中国的很多都不准。而且它统计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甚至美国都上榜，德国也上榜，还有什么法国啊、意大利啊，都是最安全国家之一，这不是笑话吗？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啊，看看就好。我认为啊，目前除了中国，刚才说了，还有少数的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之外，没有比中国更安全的了。巴西也不安全，巴西当地人也说，在一些街区，你要看当地人如果走路，他能够拿手机出来玩的，那你就可以这样同样操作。如果当地人提醒你啊，在这个地方你要小心啊，不要随便拿手机出来，你一定要听当地人的话，不要自作聪明啊。所以从收入来说，没有中国那么高，物价比中国更高，然后呢也没有中国安全，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绝对好不到哪里去。那为什么
在巴西35年来与中国发展轨迹完全相反呢。巴西可以说原地踏步，对吧？中国当年是300多美元，现在14000，你自己回顾一下，看咱们频道的至少是成年人吧，跟你小时相比，中国不管你有多少的怨气啊，你对比一下，现在和你小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对吧？不用我说，对吧？你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就可以了。这样一对比，我在中国，我回去，我出行坐那个大巴或是坐地铁2块钱，对吧？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2块钱几乎都没有任何压力，对不对？网约车在中国那么便宜，一般人只要你有一份工作，打1次2次网约车，不是什么问题吧？不用说太贵了吧，对吧？还有平时你吃饭，你自己拿你的收入去超市也好，去农贸市场也好，或进餐馆也好吃饭，也不算很贵吧，也能够消费得起吧。说到吃饭，我也观察到了啊，在里约这里，一顿饭现在一般都要50左右一个人，50当地的货币，有更便宜的，但是也有更贵的，大概中等水平就50或者60，也就是10美元左右，人民币70块钱左右。在中国，我相信啊，你60、70块钱，如果你跟人去餐馆，至少不算很差了吧？比如说我去吃一碗面条，吃一顿饺子，也许就是10几块、20块钱就可以了。在这里，普通的消费和中国普通消费大概也就是2倍到3倍，也就是巴西要比中国贵2到3倍，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刚才说了，收入是中国的1半到70%左右，你们就知道这个物价水平到底怎么样了。所以我说了，到哪个地方，现在我都不抱怨了。中国应该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天花板，而且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了。然后再说到第4点，这个巴西我见到的这个他们的车辆，大家可以看到街头的绝大部分都是那个燃油车，而且这里的摩托车很多。一个社会的摩托车多，就表明了很多人可能买不起汽车。然后呢，大街上跑的那个汽车，绝大部分呢都是燃油车，而且你可以观察汽车他们是什么品牌呀，是不是豪华车啊，它车辆的新旧程度怎么样，与中国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中国街头跑的，比如说1线，里约是1线，对吧？你对比北上广深，北上广深的那个车辆的新旧程度，它的豪华程度完全与那个里约比起来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中国高出几个级别，更别说这是燃油车了。那个在中国现在城市里面绝大部分已经变成了那个新能源车了，对吧？很安静，一个是很新啊，还有城市的噪音，中国的城市的噪音要比巴西啊要少很多，安静很多很多。我来到巴西，我一点不习惯，比德国的噪音还要大。你看德国的博主到中国的深圳就拍了，说中国街道太安静了。然后呢，来到巴西之后，要比德国的那个街道更嘈杂。因为在巴西，我发现跟中国小地方一样，人呢很爱按喇叭，特别是那种摩托车，本身摩托车那个噪音就比较大，然后又按喇叭，所以导致很多噪音，我不习惯，真的不习惯。出行刚才说了，车辆不如中国，噪音又很大，然后呢，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市政的建设，大家可以看到，从画面可以看到，真的到处呢破破烂烂。10多年前我来那个巴西看到的情况，和现在10多年后看到的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甚至连一栋楼多建的都没有，至少我观察到的啊。我来到这几天只是表面的现象，在这里长期居住了可能更知道，变化几乎没有，唯一变化可能就是那个价格，那个单位变了，原来可能是10多年前可能是5的，现在变成了7甚至10，就这个变化，真的很破烂。你看人行道也是坑坑洼洼的，对吧？还有一个，我那天晚上沿着那个主要的街道，我这条街道大家可以看地图，我就在里约热内卢火车站的
这条街道最大的街道的旁边，这叫总统大道。那个总统的名字叫 Vargas。这个总统大道，我那天晚上啊，沿着这个大道走，人行道上啊，人行道的那个墙角，一排一排的人，无家可归者躺在那个地上。好在呢，里约它是属于亚热带地区，全年没有什么冷的。这些人要比美国流浪者要日子好过得多，至少他不会被冻死。但是一排一排的啊，与我在那个费城啊，与我在纽约看到情况大同小异。那就可以分析啊，全世界很多国家，像德国也一样，现在的那个流浪的人、无家可归的人也越来越多。还有我在那个非洲，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看见情况也是一样，他就一块布，在巴西也一样，把自己蒙起来，你看不见那个人，只看见如果是他没有睡着的时候，稍微会动一下；如果他睡着了，是死是活，这个人你不知道，这个流浪的人你根本不知道啊。在巴西也一样，也存在大面积的这种无家可归者的情况。那就可以分析啊，全世界很多国家这个无家可归者这个问题呢无法解决。像美国，所谓人均已经超过8万美元的国家，对不对？也无法解决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德国人均 GDP 是6万美元的国家，也无法解决。巴西1万美元的也无法解决。基建差，然后呢，穷苦人家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从各方面这样的比较啊，我真的觉得中国与古巴也好，巴西也好比起来，中国的发展水平啊已经高了很多了，比巴西高了很多。中国各方面来说，一定是秒杀那个巴西的，一定是秒杀。不同意呢，可以来看看，比如说你来里约看到的就巴西最发达的城市，对吧？一线或是超一线。就这样破破烂烂的，没有特别好那个高楼大厦。当然，我们来一个地方不能只拍所有的富人区啊，要拍普通的或者相对来说还不错的旅游区，算不错的，对吧？然后呢，就像我住这个地方是普通的人，普通工薪阶层住的地方，而且是相对我住的这个区吧，还算不错的啊。对面的贫民窟那就是属于比较底层的了。他们不管是从城市的面貌也好，他们建筑的状况也好，还有街道也好，还有他们的公共交通工具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怎么样，对吧？所以说啊，这巴西一定我观察到的虽然是表面，但是你可以通过表面，还有通过各种数据分析出来，它绝对是与中国相比，相当于低中国的数量级的。更加上巴西早已经去工业化了，本来这个国家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它去工业化，比如说金融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农业方面也全部私有化。这样农业私有化，所以这巴西导致了，虽然巴西土地比较肥沃，对吧？巴西的那个资源特别丰富，但是现在还是沦为资源型出口的国家。你既然是资源型出口，那如果你这个国家实力不行，那你就没有话语权，你不能自己定价。然后呢，它的农业，它是集约化、规模化农业，但是它是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的。然后呢，通过华尔街那帮人的操控，所以导致了你看巴西也不能左右自己农业，甚至有些地方，比如说本来应该种水稻的，对吧？那可以保证全巴西人不饿肚子，对吧？然后呢，这个农场主因为受那个华尔街的操纵，只能华尔街建议你，或是他后面的资本家决定种什么，那只能种什么。比如说种玉米，那就卖玉米啊，卖一个是玉米棒子，或者是卖那个大批量的出口玉米到中国去，对吧？跟美国的玉米的农民抢那个中国市场啊，所以导致了，虽然巴西呢还有很多农民，他们住在农村，但是其实这些人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一旦他们没有工作，马上就陷入贫困，马上就面临了饿肚子的问题。这不仅是巴西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国家的人的问题。所以虽然是一个土地肥沃、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呢，巴西
由于去工业化，由于过度私有化，所以导致了巴西现在它就是走不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吧。虽然对这个概念我不同意啊，是西方经济学家为了麻痹这些国家人而深造出了一个概念，让这些人，也就是可以西方所谓发达国家可以永远把这些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人摁在下面，不让他们上来，让他们自己麻痹自己，然后呢认命。而中国我认为呢，已经正在跨过或者已经跨过了中等国家陷阱这个所谓的伪命题。从目前看啊，中国只要你的工业啊、科技发力，已经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那你这个中等国家陷阱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呗，对吧？你可以把一个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的产业把它打下来，最后你自己为王了，那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你的那个价格了。那到时候你说你这个国家，我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是中国不发展起来都不行啊，对吧？所以我认为啊，对中国来说，没有所谓中等国家这个收入陷阱这个伪命题，这是真的是个伪命题。如果说到今后的发展的前景的话，未来就是在中国。有很多人说是在亚洲，但是我不同意啊，因为亚洲领头羊今后绝对是中国，所以说今后的未来就是在中国，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工业门类齐全的，世界上只有哪个国家？只有中国啊，对吧？还有政府执行力最强的是哪个国家？只有中国啊。还有现在科技教育最完整的是哪个国家？也只有中国，对吧？对比起来，还有哪个国家？你自己可以数一数，找不出来。巴西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教育的问题，前面所有方面都说到，最后就说教育。巴西的教育绝对呢是比较不靠谱的，比较薄弱的，对吧？基础教育也不行。巴西虽然有所谓的飞机制造业，但可能是仅有的少数拿得出手的产业之一了，其他没有。你看过去这几十年，巴西还有什么东西？从科技、从工业来说，没有吧？就因为它的教育也不怎么样，科研不怎么样。快乐教育呢，可以说是害了很多很多其他国家。我是非常不赞成快乐教育的。我认为啊，孩子在该学习的时候，该学习知识、该掌握知识的时候，就应该学习啊。你错过了就没有那个机会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虽然中国人卷，但是呢，卷它有前途啊。这国家不应该听信某些人的宣传。从这点来说，我还是比较认同东亚国家的这个教育模式，以及这儒家的思想，我是比较赞同的。像巴西这种国家，早早就听信了西方的经济学家，一个是私有化、去工业化，所以导致了这个国家还有政府呢没有掌握这重要产业的经济命脉，没有掌握，那你就没有话语权，你只能听信，你只能任人家摆布了，就这样。所以巴西这个国家还是比较悲哀的，它自然资源实在太丰富了，坐飞机就可以看到地下全是森林，绿色的，然后呢田地一大块一大块的，就可以知道它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干旱的，对吧？可以说用风调雨顺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那个山脉，好多可能都是丘陵平原，都可以适合耕种，加上气候也那么好，但是这个国家就是发展不起来，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体制。目前西方选举制这个体制是非常制约一个社会的发展的。只要它殖民那个底子已经没有了，欧洲那些国家因为有殖民地搜刮来的财富可以坐吃，但是现在已经山空了。然后呢，加上自己也不注重自己的那个科技，所以你看，没有殖民地的红利，也没有科技的红利，又加上中国产业的崛起，跟它形成竞争，抢它的那个世界上的蛋糕，所以导致了现在西方国家日子不好过，越来越难过。还有这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原因导致了，你看，像巴西这个国家，今后呢，如果没有与中国绑定啊，不跟中国合作，巴西呢也是没有前途的。好了，今天就是我来巴西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再也不抱怨了，因为比起来，巴西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真的巴西太糟糕了。
35年前，巴西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10倍，35年后只有中国的70%左右。为什么？就是前面我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各方面比起来，是不是比巴西好的太多了？不信的话，可以再来这边看一看，对比一下。反正现在也免签了，对吧？来看了，来对比了，才知道中国好在什么地方。所以，不管去到哪个地方啊，特别是去到很不好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之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就觉得中国人真是太幸福了。你们被这个政府保护得太好了，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在中国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说治安问题，你半夜或者是凌晨几点钟，作为一个女士，你可以单独出去，可以滑手机，可以出去散步，可以去外面吃夜宵，根本就不用害怕任何东西。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中国人认为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国外是奢侈的东西，你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这就是我觉得我最直观的感受。你觉得我夸张也好，我就觉得在中国跟外国很多比起来，你回到中国就像回到了天堂一样。这话听起来比较刺耳，但是确实是我最直观的感受。特别是我去了像一些非洲很贫穷的国家，这样又不好的国家，或者我去了那个古巴之后，每天都停电，很多古巴人连下顿吃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才知道到了中国是多么的幸福啊。同样，我在巴西这里，我看到的情况，然后呢，来分析他们的生活的痛苦指数，他们拿那点工资，然后面对这样的物价，每个月、每天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多大之后，我就觉得，虽然在中国有996，生活在中国可能比较卷，但是还是要比人家好太多了，各方面来比起来，综合比较真的太多了。所以呢，我说了，我到了国外再回到中国，我真的没有抱怨。不同意我的话的人，很容易啊，你只要买一张机票，现在不是很多国家免签了吗？近的你到老挝啊，或者是到泰国呀，还有到菲律宾，现在也免签了。你去那里去看一下不就行了？花2、3千块钱也不多，对吧？你去体验一下，再回去，然后你就知道了。你钱多的，你到美国啊，你到欧洲这边也来体验一把，吃一顿饭动不动就100多块钱、200块钱，理个发动不动就200多块钱。或者上个厕所不仅不免费，上次厕所可能要10块钱人民币，或者你到了罗马被抢了那个手机，然后呢到了巴黎被人家那个非洲人强买强卖，你就知道了回到中国有多么的好。好了，本期的话题就是我再也不抱怨了，这是我来到巴西之后我的感受。好的，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